Hello，大家好，我是老 K，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视频来上手一把我期待了非常久的键盘科兹 Z98。键盘为了和 K 系列区分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设计语言，而且是科兹第一把带屏幕的键盘，全件搭载了 TDC 新发布的海王星轴和金星轴。要知道这个轴体单卖是4块2一颗的。这把键盘699的售价到底值不值？我们接下来再聊。第一次上手科兹 Z98 在外观和设计方面就给了我一定的惊喜。通常这种纯白色的上盖是很容易做出塑料感的，但科兹这边在上盖做了一个类似于汽车表面的珍珠白 UV 涂层，足够近的话是可以看到表面有细微的粉状闪光，涂层在光线的照射下会在洋红色和青蓝色之间过渡，可以调出这样的颜色，我感觉配色工程师肯定是掉了不少头发的。右上角是一块 TFT 彩屏，通过右侧的拨杆配合左边的确定按键，组成了一套屏幕的交互逻辑。右侧的旋钮触发压力稍微做大了一些，操作起来有些生硬。屏幕有显示时间、电量、动画和连接模式等一些功能。在功能性方面和各家的键盘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要是可以加入一个实时监看电脑性能的界面，我觉得在实用性上会好很多。值得一提的是这块屏幕是我上手过这么多款带屏幕的键盘中细屏美学做的最好的一块，在熄屏后是完全看不到屏幕的痕迹的，对比没有做处理的键盘可以说是高下立判了。两侧有一块磁吸的装饰板，据说后期会在此基础上推出一些类似于 ROG 钥匙那样的功能模块。我在后续的拆解中也并没有发现内部有相应的电路设计，可能是留给后面升级版的一个拓展功能。在 Z98 上的话，更多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键帽用的是一套 KSA 高度的球帽 PVD 材质，表面的话并没有做强烈的磨砂处理，更像是一个偏亮面的材质，手感是非常温润丝滑的。高度和 K75 上面那套 ASA 的键帽比较接近，正面和手指的接触面积会小一些，中间做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内凹，在码字的时候手指会有比较强烈的包裹感。FN 成绩在正面做了侧刻，正常使用的角度是可以很方便的观察到的。轴体的话，这是我第一次上手 TDC 的高铁结构主要就是在轴心两侧增加了一条圆柱形的导轨，确保轴心的稳定性。实际体验下来确实不错表现甚至比自家的快银 V2 还要再好一些。TDC 在我的印象中对长润一直是非常克制的，但在这款轴体上就一反常态了，在小角和导轨的位置都可以看到大量的白色纸状润滑，所以这款轴体出来的声音也会有点发闷有点像自己手工后润过的感觉。大件方面的话就没有太多可以说的了，科兹一如既往的牛逼挑不出毛病。接下来就是对键盘的拆解分析。底部的8个螺丝负责固定上下盖，卸掉之后的话还要分离中框和上盖的卡扣这一步用指甲就可以做到了。拆开上盖之后要记得分离屏幕的排线整体的拆解难度并不算高。键盘的内胆由一张白色的破龙夹芯棉外加 XEP 的轴下垫组成Gasky 垫片和 K75 保持一致都是一圈硅胶套。底部有一张珍珠棉，外加一块开模硅胶垫，电池是3750毫安时这个容量对于一把98配列外加屏幕的键盘来说确实是小了一些。官方宣传开灯可以用到30个小时，最长的续航时间是120个小时，对于这个容量电池来说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水平了。轴座是9指的，用的是一块科兹定制的 IC 芯片，目前还不清楚型号，不过根据键盘的续航水平来看，这块芯片的能耗比还是相当不错的。底壳中框通过8颗螺丝连接，左上角的 Hub 小板也直接固定在了中框上，卸下螺丝之后就可以完全分离了。到这里算是把整把键盘都给拆开了。键盘的内胆设计的话还是和 K75 一致的水平，但是因为键盘内部留有的空间比较多内胆的形变还是比较明显的。声音的话也有比较大的差别，码字会更加的脆爽一些如果手里有 K75 的观众也可以用自己的键盘作为一个参考。总结一下这款键盘，因为时间比较仓促，我这个也还是一个样品，可能会和大货有一定的区别，但通过上面的拆解是可以看到这把键盘在内部设计上也做了一定的改进，包括更大的内部空间、三明治结构，而且更多采用了螺丝固定，对拆解和维护会更加的友好。
但键盘飞碟状的圆润外观我是可以预料到时候出来肯定会有人说丑的不过这个就因人而异了，我也不能一个人代表全部人是吧？抛开以上的审美问题结合699的售价，我认为这把键盘的表现是对得起这个价格的。对比目前的当红榨汁机 K75，也可以说是只强不弱，甚至放到同价位中也很难找得出一把在轴体和大键方面都可以和它抗衡的键盘。不过699的售价可能也超出了很大一部分玩家能接受的价格范围也希望后期可以像 K75 一样推出搭载9指轴的版本把价格拉到5开头甚至4开头，那将会是绝杀了。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